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这个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三颗兰花背后的故事。这三颗兰花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哦，是刚从呃超级市场买回来没有多久的兰花。那我之所以会买这三颗兰花，都是因为我去换货，那不经意走过了他们堆置兰花、陈列兰花的角落，那我就顺便看一看，就看到这三颗，觉得好像还挺不错的，就把它们带回家了。我其实是去换货，换3罐罐头，那退了4块钱。那因为呢，最近耶诞节嘛，有交换礼物，我呢抽到了25块钱的这个礼券，所以4块钱加上25块钱礼券，再加上一点税金，其实这三颗我只花了不到1块美金，也就是不到台币30块钱就把它们带回家。所以谢谢那一位准备礼券的朋友。这三颗其实都是complex hybrid，就是可能是杂交品种，但是左边的这一颗呢，它很有可能是Phalaenopsis Kodak Twinkle Chocolate Drops。那据说呢，如果是这一种没有错的话呢，这一颗它会有香味。不过现在是晚上，你看外面窗户是晚上，所以我目前是没有闻到任何的味道。也许明天早上，或者是等到这个花朵再成熟一些，也许会有机会有香味出来。那这边我就简单的谈一下我怎么选这三颗兰花。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可以再做额外的影片来真正讨论说，诶，兰花应该怎么选。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右边的这一颗，它其实是属于中型的兰花。不过呢，这一颗唯一的坏处就是我看不出来它到底叶子里面的根系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它其实嗯都被水草包住了。不过看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是同品种里面啊，这颗叶子是长得最好的。再来就是叶子也最多。那你看到它的花的部分啊，这一颗蛮难得的，是因为它呢，就是花苞的部分啊，它整串没有掉，没有任何的花苞是不见的。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超级市场啊，那拿花的人或是送货的人不小心，或者是客人在挑花的时候啊，拿来拿去的，很容易就把花苞挤掉。很多时候你都会看到那种花是就是掉一两颗、两三颗花苞的。再来就是说，这种颜色我很喜欢，我个人很喜欢。我记得台湾好像有一种叫做绿精灵，但是那个是小颗的，这种已经是中大型的蝴蝶兰了。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淡绿色，在相机里面，在电脑上面看到比较偏黄，但它实际上其实更接近草绿色那种颜色。背面有一点看得出来，它有绿色的感觉。那这一颗它的唇就是它的 orchid lips，也蛮漂亮的，就是有淡淡的微黄色，然后再变成白色。整体上呢，我觉得这颗兰花给我很清新的感觉，而且它的那个兰花上面也有一些小亮点。那我刚刚有秀给你看，它右边的这颗是10块美金，那这两颗小一点的是9块美金。中间的这一颗啊，我之所以会选它，其实一般来说这样子的我还不会带回家，因为呢它只开了4朵花，其他的花苞都还很小。那在蝴蝶兰在它们这个阶段啊，其实只要是湿度、温度或者是摇晃啊，就是换地方啊，它们的花苞其实都很容易会就掉蕾，就会变软，然后就不开了。所以这种一般我都还不会买回家。所以你们如果以后到花市去呀，其实照理讲啊，应该最好的就是每一个花梗上面都要开差不多3朵到4朵左右，会比较保险一点，表示那个花比较成熟。这个其实还有点过早，但这颗呢，主要我是因为它的叶子跟根系长得比较好，是它同种里面最好的，我才把它带回来。
根系第一个你要看的就是它像它这样子嘛，长得很多根，然后根都是绿色的，没有什么烂掉的情况。这一颗呢，它的塑胶盆子里，它的边边都有打上气孔，通风用。那它的介质是树皮，再加上一点点的 peat moss 或者是水草，我还没有看得很清楚。那再来就是它的叶子啊，也是它同品种里面最多，而且这颗叶子最硬，所以你们要选啊。如果说都同一批里面，你要选叶子最多的，叶子越多，表示它本身的健康系数越高。再来就是看它的根到底长得怎么样不要就是根很少啊，然后你看到它外面盆里面的根就是都好像黄黄的啊，不是很绿，那就不好。那这颗的花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新的花你看它开的它还有点偏微黄，或者是有点淡橘色，但是等到它花老一点之后，就是后面的那一颗，它的背景你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它其实肉眼看它是比较偏粉红色，然后中间有一点点就是橘色的感觉。整体来说，我觉得这颗花很有潜力。不过呢，因为我现在这边是冬天，然后我又从超级市场带回家，然后现在又在做影片，把它动来动去的。我其实蛮怕它还没有长成熟的这些花苞其实会掉雷。再来这一颗，这颗其实啊，我是最喜欢它的颜色的对比。这颗在台湾非常常看到这颗就是叫 chocolate chips。如果是的话，如果有香味，它应该就是 chocolate chips。但是有时候呢，它这个如果它是 chocolate chips 的话，它的背景就是它的亲本或母本里面其实有带一点烯雷粒。我记得我在哪里读过，它这个里面是有配烯雷粒的，但是叶子上面是没有斑点，但是它有原生种的那种有带有一点点香味。再来就是刚我讲过了，它非常的对比，它的深紫色再加上它前面白色的部分啊，是蛮特别的。这个在台湾蛮常见的。如果你喜欢这种深色的兰花，我也建议你就是能够到建国花市去逛逛，应该不难找到。这一颗呢也是一样，它叶子是同批里面同种兰花里面长得最好最多的，而且你看它的根都已经从那个杯内啊，透过那个排气孔、通风孔又长出来。这种啊，就是根系长得很好，然后你看它上面根系也长得非常好。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植株。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去建国花市去看，你去选，你就是要选根系越多、长得越好，然后都没有烂掉的感觉，然后叶子越多越大的，它本身就越健康。你不要只看花朵不要只看说哇它花开得很好看，你开完，如果说它自己本身它根不好的话，你其实在蓄养起来都会有某一个程度的困难的。所以有时候我宁愿它花就是稍微丑一点，但是呢本身植株健康的话，其实你好好养它都会再开的。所以这3颗呢，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的购买，而且这3颗我可以，这个说来也很愧疚，我种兰花的毒种很深，一直买兰花，对不对？我相信爱兰花的人你应该也都知道。但是呢，我可以 promise you， 我在这边可以肯定，这个一定是我2017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购买兰花，因为再接下来只剩下1天不到的时间就要跨年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挂牌啊，是第一颗中型兰花的挂牌。它这边呢，有写到啊，建议的温度是大概在我们摄氏的18到26度，这是蛮正常的。那华氏的话 ，F 的话就是65到78中间。但是另外2个牌子就是等一下我会给你看的，它就是也是建议差不多在18度到24度左右。但是很明显的，这2颗是从不同的来源出来的，因为它们的牌子内容不太一样。那它还有写到，就说只给4分之1杯的水，但是这个它应该是在想
应该是在猜说，我们会一直都养在这个水草里面，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是用树皮，我个人觉得1/4的水一定不够的啊，所以这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都只是看看而已啦。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些经验，那会因为花的不同，好，我们会去做一些不同的调整。但是气温上面，我觉得他讲的还是算是正确的。那再来啊，这个牌子就是后面这2颗兰花的牌子，它们都一样，所以它们就是基本上一定是从同一个来源出来的。那它这边建议的温度就是18到24度，这个也是差不多哦，就是在那个 range 中间。这个是兰花自己本身有就是喜欢的温度，但是啊，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你秋天啊或冬天的时候啊，蝴蝶兰要抽花梗啊，其实在美国这边，我们大部分认为的就是说，会需要有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的夜间温度是要在13度到18度之间，好，这样子兰花才能够比较容易的抽花梗。最近有一位兰友在 YouTube 上面问我说，他听到有人说水跟兰花不容易开花，长根长叶，但是不容易开花。我个人觉得不是那种水根的问题，应该是气温的问题。那因为在台湾的居家环境啊，你比较少有中央空调，你没办法真的控制到说你种花的地方它的温度每一个月的夜间温度都在那个 range 13到18度，所以是比较有困难。但是专业的兰园啊，他们是有办法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有专业的器材，又再加上通风等等。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再找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兰花、蝴蝶兰抽花梗所需要的一些条件，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影片里面做分享。以上就是我为各位今天带来的影片，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呢，请帮我在影片下面点个赞，也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也记得打开旁边的通知铃铛，这样子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通知。如果你有任何的指教，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谢谢你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